只因3岁的儿子游泳时不小心踢到了老婆的白月光，游泳冠军的老婆就把他强制按在水下说要练习憋气。在场的众人急切地想跳下水去救儿子上来，却被老婆拦住。眼见孩子也在水里挣扎的动作越来越小，我跪在地上不停地求他放孩子出来。孩子才刚学会游泳，他还不会憋气，会死的。他不是故意碰到许之言的，我让他道歉，给许之言磕头，求你先放他出来。要不是你平时太娇惯他，他又怎么会在游泳的时候踢到别人？我是游泳冠军，难道我不懂怎么教孩子游泳吗？慈父多败儿，说的就是你。半个小时后，孩子终于自己飘出了水面。我冲破人群将他抱起来时，看到的却是面色肿胀苍白，已经因为溺水没有呼吸的儿子。我不顾一切地将孩子送往医院抢救，而我的老婆却在一旁和那位白月光暧昧地挑选下次比赛要穿的泳衣。抢救室门口面对终于赶来的情妇，我再也坚持不住。乐乐没了，5年之约也马上到了，求您让我走吧，我什么都不想要了。情妇满脸愧色，她颤抖地扶起我，还是强撑着安慰道：乐乐继承了雨妹的游泳天赋，她肯定不会有事的，你也不要太担心，她很快就能……她的话还没说完，抢救室的灯光就已经熄灭，医生一脸遗憾地对着我们摇头。抱歉，孩子送来的太晚了，窒息的时间太长，在送来之前就已经没有心跳了，我们尽力了。而且抢救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他和常规溺水不一样，他的肚子里都是水，脚腕上也有捆绑的痕迹。孩子真的是意外落水的吗？一瞬间，乐乐在水下奋力挣扎的画面进入我的脑海。我以为他抑制不出来是在坚持完成妈妈的任务，却怎么也没想到秦雨薇竟然为了防止他游出水面，生生捆住了他。当时的他该有多么绝望！他气得破口大骂：畜生啊畜生！他竟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放过！他的话音刚落，一个跑腿拿着一个水果蛋糕，混账东西！他把自己的亲儿子害成这样，自己不来就算了，连蛋糕都要让别人送来，肯定还是在和那个男的鬼混。那个见利忘义的男人还想做我秦家的女婿，做梦！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跪着来乐乐面前赎罪。可他的电话打了10几遍，秦雨薇都没人接，反而是我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我颤抖着点了接通，秦雨薇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陆晨，一点小事就跑去找我爸告状，你以为拉着乐乐演戏就能骗到我？别做梦了，不就是让他憋会儿气，跑到医院去了。你儿子不是说要接替我做冠军，让他给我继续练，别丢了我秦雨薇的脸。别耍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了，我忙着准备下次的比赛，你别打扰我。我看了一眼掉在地上的蛋糕，里面的夹心全是芒果，而乐乐从小就对芒果过敏。可笑的是，秦雨薇竟然还说这是他最喜欢的口味。等到护士将乐乐的尸体推了出来，刚才还在破口大骂的情妇一瞬间哑口无言，她声音哽咽，颤抖地揭开乐乐脸上的白布，差点摔倒在地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教导好自己的女儿。可是陆晨，虽然5年之约马上就要到了，可许之关年没回来之前，你和雨薇之间还是非常好的。你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一定让他和许之年断个干净。5年前情妇也是这样，老泪纵横地找到刚刚大学毕业的我，求我帮助旧伤复发的秦雨薇。秦家在我父母去世后资助了我5年，为还恩情，我不得不接受安排入赘秦家，每天不辞辛苦地照顾秦雨薇，鼓励她，终于让她重回了游泳赛道。我本以为有了乐乐之后，5年之约将不复存在，却没想到会是这样凄惨的结局。现在他还想让我继续留在秦家，我没有任何思考，抚摸着乐乐冰冷的脸颊，一字一句开口：如今秦雨薇已经能够重返赛事，按照约定，我们之间的恩情已经还清。况且乐乐本不该来到这世上，是我贪心留下了他，现在他没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我在医院整整守了乐乐一夜，直到所有手续办好，看着殡仪馆的人将他拖走，才返回秦家去收拾他的遗物。可刚进门就看到客厅里散落的衣物，顺着声音走到家里的游泳池，就看见秦雨薇穿着露骨的泳衣躺在许之年怀里，她的手小心地摩挲着自己的肚子。你是妈妈唯一的宝贝，再等一等，妈妈很快就能带你光明正大回秦家。薇薇，她是唯一，那乐乐呢？今天乐乐就故意提我，要是她知道你怀孕了，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，不然我们还是把孩子打掉吧。秦雨薇温柔地捂住许之年的嘴，嘴上的话却异常残忍。不行，乐乐已经被他爸爸养得那么顽劣不堪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没有乐乐这个儿子。听着他如此贬低乐乐，我死死掐住自己的手心，任由鲜血流出。两人终于注意到了我，可秦雨薇非但没有不好意思，还亲昵地拉着许之年的手走到我面前，他满脸鄙夷地看着我。终于舍得回来了，你又跑哪里去过夜了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又去我爸那边闹了，逼得他不仅不认自己的孙子，还以死威胁我不让之年进门。既然这样，你就收拾东西带着乐乐回老宅做你的好女婿去。在这里，我只会有之年一个老公。乐乐呢？快喊他出来给之年磕头道歉，别以为装个病自己犯的错就能救过去。看着他丑陋的嘴脸，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乐乐在水里挣扎的样子，恨不得也让他淹死在池子里。正打算冲上前时，耳边又响起昨天去游泳馆时孩子的声音：爸爸，妈妈是最厉害的游泳冠军，我也要像她一样当冠军。
还有，你不要伤心，妈妈答应我，等我拿到了冠军，她就会帮我做一件事，到时我让她天天陪着爸爸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努力压制住心中的冲动，转身就想离开，却被秦雨薇一把拉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做错了事不知道道歉吗？你哪来的脸跟我生气？也是，当初要不是你伙同我爸逼走了之年，秦家女婿的名头又怎么会落在你头上？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也妄想凭借结婚一步登天？怎么，你又看上哪家更有钱的小姐了？还想用凄惨的身世去骗人家同情？有你这样的爸，真是给乐乐丢脸。我仍旧一言不发，等不到我的回复，秦雨薇眼中的怒火压都压不住，她一把拽紧我的手腕，朝着泳池边一甩。不就是训练下孩子？不服气我连你也一起练。你少给我摆出一副清高的模样！我爸喝了你的迷魂汤，看不清你是什么人，只有我知道，你就是见钱眼开的凤凰男。要不是你抢走之年的功劳，谎称当初神医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治疗我的，我根本不会嫁给你。我已经让他等了我5年，我不会让我和他的孩子再继续等。乐乐继承了你的劣等基因，不配做我的继承人。在水里的我无暇顾及秦雨薇的嘲讽，不停的挣扎，而是洪水来临，父母用力托举我的恐慌不断袭来，我渐渐放弃了挣扎。乐乐，不要怕，爸爸来找你了。在我即将沉入池底的那一刻，秦雨薇终于跳进泳池，将我拖出了水面。她脸上的怒火依旧，眼中却透露着担忧。陆晨，别装了，醒醒！我在她的拍打下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狠狠一巴掌扇在她脸上。陆晨，你有毛病啊！竟敢打我！你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老婆的？我冷笑着看着她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根本不会游泳？你不是想要乐乐给许之年道歉吗？好啊，那你让他去地下找他吧。秦雨薇的表情僵硬了一瞬，很快厌恶和鄙夷又浮现出来。她一把抽出手，任由我摔在地上，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陆晨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恶毒，竟然诅咒自己的孩子去死！你不就是怕属于之年的孩子出来，我不会再培养乐乐，进而影响到你的利益，所以才故意把他藏在我爸那里的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同时，他将手在衣服上用力擦拭了几遍，仿佛刚才碰到我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和之年的孩子都有5岁了。陆晨，你抢了他的功劳和位置，我现在只是让一切恢复原貌，已经算是对你客气了。说完，他搂着许之年扬长而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痛到难以呼吸。当初秦雨薇旧伤复发，不但不能继续参赛，更是因为违约赔掉了所有的资金。秦父打听来打听去，唯有一位已经退休的神医能够医治好他。可不管他怎么求情，人家都不肯出手。眼见秦雨薇成天将自己关在房里，意志逐渐消沉，他终于打听到我的爷爷曾经对这位神医有一饭之恩，恰巧他又资助了我5年。为了还清他的恩情，我便以秦雨薇丈夫的身份，用当初的恩情去求神医出手。尽管如此，我仍旧在神医门前不吃不喝，跪了3天3夜，才终于打动了他。再醒来时，秦雨薇已经能够和从前一样游泳。在那之后，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我像一名完美的丈夫照顾着她的生活。尤其在2年后，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乐乐，我对她更是小心谨慎，恨不得将她含在嘴里。只因她是在我父母去世后第一个如此关心爱护我的人，我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爱情的陷阱中，贪婪地抓住她，以为这就是我人生的救赎。可直到许之年出现，秦雨薇对我弟态度一日不如一日，连带着对乐乐的撒娇也开始厌烦起来。不知为何，他认定当初求神医出手的人是许之年，为此许之年不得不答应条件出国和他分手。而我是那个靠着红情妇趁机顶替功劳上位的小人，哪怕情妇拿出当年的5年之约，他都不肯相信，反而更加粗暴地对待我。秦雨薇刚刚离开，一股浓烈的烟味就弥漫在后院。当我捂着口鼻蹒跚地走到前院，正好看见许之年指挥着佣人一件一件往火里扔着乐乐的东西。快把这些都扔进去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雨薇可是说了以后，这个家都得听我的，不想滚蛋就快点动手。我瞬间目眦欲裂，冲上前去想要抢回他的东西，却被许之年指挥着人死死拦住。你凭什么烧掉乐乐的东西？可许之年却充耳不闻，他亲手拿起最后一件东西，在我面前晃了一眼，随后毫不留情地丢了进去。那是乐乐生日时秦雨薇随手给他买的一个玩具，他收到的时候异常开心，每天晚上都要抱着睡觉。看着他一点点被火苗吞噬，我放弃了挣扎，反而大笑出声。烧得好！说完，我再也坚持不住，晕倒在地。再睁眼，我已经躺在了床上。我呆滞地看了一眼手机，竟然已经到了第2天。今天就是5年之约到期的日子，也是乐乐的葬礼。我强撑地坐起来，用冷水洗了把脸，认真刮起了脸上的胡渣，不能让他最后走的时候都不安心。可我刚刚弄好，房门就被猛地一脚踹开。秦雨薇看到面色精神的我，她愣了一瞬，随后怒气冲冲地给了我一耳光。陆晨，你还有刮胡子，果然是你在台阶上泼了油才害得之年摔断腿。他就拖着我一路来到许之年的房前，许之年痛苦地躺在床上，一见到我出现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见此，旁边的私人医生立马开口：秦女士，许先生刚刚摔到了腿，要是再有意外，今后的腿也很难养好，能不能再跳舞就得看天意了。医生的话音刚落，许之年立刻从床上到我面前，对着我磕头：陆哥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，在我的门口泼油，害得我摔断腿？
听到这里，秦雨薇狠狠地往我的身上踢了一脚，小心翼翼地扶起许之年，怒斥道：陆晨，亏我还担心你躺在院子里着凉，特意将你拖回房间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，就因为我要送你和乐乐去老宅，你就摔断他的腿，下一次你是不是就要直接对我动手了？这一次我绝不会轻易饶过你。他示意佣人拿来一份离婚协议书，几笔签下名字扔在我面前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不是秦家的女婿了，我也会将族谱上乐乐的名字去掉，秦家长子的身份只有我和之年的孩子配。我不可置信地看向秦雨薇，朝着他大吼道：秦雨薇，乐乐真的已经死了，他身上也有你的一半血缘，没了族谱，他在底下就真成了孤魂野鬼了，任谁都能欺负了。即便我不信鬼神之说，可牵涉到乐乐，我也不希望他死后也不得安宁。秦雨薇脸上露出一抹迟疑，可很快被许之年的话打消。陆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乐乐只不过是在桶池里练习憋气，雨薇她是专业人员，又怎么会害自己的孩子？你这么阻拦雨薇，是不是还想利用乐乐对我再次出手？你已经害摔断了我的一条腿，还要摔断第二条吗？雨薇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还是不要和陆哥离婚吧。我不想自己以后提心吊胆的活着，我现在就走。说着，许之年就挣脱秦雨薇的手，倔强地往门外走去。行走间，鲜血从他的腿间滑落，秦雨薇的脸立刻冷了下来，她咬牙切齿地说道：陆晨，你还在撒谎！我从小也是那样练过来的，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没有，怎么就你儿子娇贵，憋个气都能憋死？你觉得我很傻吗？我刚刚都看到你在刮胡子，要是乐乐真死了，你这个作爸的还能有心思捯饬自己？我绝对不会再让你生出伤害之年的心思。他让人拿来一块刺板和一条鞭子摆在许之年门口，强硬的让我跪在上面。来人，给我看着他，只要他敢动一下，就抽他一鞭。秦雨薇示范着一鞭子狠狠落在我身上，鲜血流出。他下意识地松开手里的鞭子，想上前查看，许之年却突然捂着头往下倒。雨薇，我头好晕，是不是脑袋里面也出血？我会不会死啊？秦雨薇立刻收回脚步，紧张的一把扶起他，愤恨地看了我一眼。记住今天的教训，明天带着乐乐来医院给之年道歉，别想着再耍花招。说完，他扶着许之年扬长而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迟迟等不到我参加葬礼的情妇匆匆赶来，看到血肉模糊的我就要送我去医院，我摆手拒绝了他，坚持送乐乐最后一程。看着他的骨灰被泥土掩埋，身体虽然疼痛难忍，可我的内心出乎意料的一片平静。乐乐，下辈子不要选我做爸爸了。陆晨，从此你就自由了。晚上，秦雨薇还在一口一口地喂许之年喝鸡汤，情妇突然冲进病房，一把掀翻了他手中的碗。爸，是不是陆晨又和你告状了？他就是不愿意让乐乐来道歉，是不是？只和他离婚，果然是便宜他了。闭嘴！情妇一拐杖狠狠打在秦雨薇身上，她气得浑身发抖。你这个畜生，乐乐都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竟然还想让他给这个贱人道歉？今天的葬礼你也不参加，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看待我们秦家吗？秦雨薇愣了一下，随即又想到了什么，她嘲讽开口：爸，陆晨拿着孩子撒谎也就算了，你是他的爷爷，怎么也跟着一起胡闹？是啊，叔叔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，可你也不能拿孩子来开玩笑啊。情妇被两人的固执己见气得捂住胸口，她将一张死亡证明甩在秦雨薇脸上。我真不知道秦家怎么就出了你这样的傻瓜！你睁开的你的狗眼，仔细看清楚！秦雨薇拿着手上的死亡证明，脸色瞬间惨白。乐乐真的死了？怎么会呢？我只不过是让他多练会儿憋气，他撑不住不会自己起来吗？他怎么就会死了呢？秦雨薇不可置信的喃喃着。许之年见状，眼神一闪，赶紧上前安慰他：雨薇，你也不晓得，说不定是乐乐命该如此，才会在训练中意外去世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。可他的安抚却令秦雨薇眉头一皱，连带着情妇也脸色不悦。他走上前去，给了许之年一个耳光。我让你诅咒我孙子，你这个害人精！当初害得我女儿意志消沉，现在又拾掇着害了我孙子。越说越气，接连不断的耳光扇在许之年脸上。即便情妇已经年迈，也不是他一个刚摔断腿的人能够对抗的。他只能流着眼泪向秦雨薇求助：你快和叔叔说啊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，更何况我才刚刚摔断了腿，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打死我吗？许之年的哭泣终于拉回了秦雨薇的思绪，他快步挡在许之年面前，对着情妇说道：爸，一切都和之年没有关系，是我的疏忽害死了乐乐，你要怪就怪我好了。你竟然还在维护他！情妇的眼神冰冷，第一次觉得她这个一手养大的女儿如此陌生。她颓然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，挥手让助理带着人进来。秦雨薇见到进来的员工，眼神充满不解，哪知对方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不要报警啊，我也不想的。闻言，秦雨薇一脚踢出，面目狰狞：乐乐的死和你有关系？不是我，是他，是这个男人让我用绳子捆住孩子的。他说是您要给孩子个教训，我不知道你们真的不让孩子出来啊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所有人的眼光看向床上脸色苍白的许之年，尤其是秦雨薇，她双目猩红，转身直勾勾地看着许之年。你让他捆住了乐乐？不待许之年开口，他一把上前将人从床上狠狠拽下。
乐乐不过是踢了你一脚，竟然就要了他的命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了？你换了乐乐的命了！说着，他手掌用力掐住许之年的脖子，哪里还有前面两人缱绻的模样？许之年双手死死抓住他的手，拼命挣扎。雨薇，不要听他乱说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还不了解我是什么人吗？再说了，当初要不是我，你又怎么能重新游泳？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听到许之年的解释，秦雨薇的手不由得松懈了几分。许之年趁此机会挣脱了他的限制，瘫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呼吸。情妇似乎早已预料到了一切，他从助理那里拿出一份文件袋，将一沓照片扔在两人面前。你别想狡辩！上百张照片，男主角都是许之年，而女主角却是一个外国人。看清楚上面的时间，他跑国外结婚时，你的伤根本都没有好。你觉得他都结婚了，还能跑来帮你求神医吗？当初你一受伤，他就消失不见了，是我怕你受到的打击太大，才瞒着不告诉你。没想到你竟然被他哄几句就信了他的鬼话。那个女人破产了，他才会跑回来找你，连带着他的腿也是自己摔断嫁祸给小鹿的。你怀孕也是他故意戳破了避孕套，你这个蠢货！每说一句，情妇就拿着拐杖狠狠的一棍打在秦雨薇身上，直到最后她脸色苍白，瘫倒在地，嘴里喃喃着：所以救我的真的是陆晨，不是许之年。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想到他曾经对我做的一切，他愧疚地扇打着自己耳光。突然他的动作停滞，对着情妇祈求道：杀人偿命，报警！我要让他给乐乐抵命，然后立刻安排流产手术。说完，不顾许之年歇斯底里的喊叫走了出去。秦雨薇流产回家的时候，佣人正在重新布置乐乐的房间，看着那些陌生的东西，秦雨薇的脑海一片空白。乐乐的东西都去哪儿了？都拿去烧了。许先生说，未来的小少爷怎么能用他用过的东西？到时候也和他一样顽劣不堪怎么办？那种男人养育的孩子，看着都讨厌。佣人自以为是地讨好，却没注意到秦雨薇越来越冷的脸色。原来家里的人都是这么看待乐乐的，孩子是这样，陆晨也是这样。秦雨薇心中的冷意更深，她疯狂地打砸着房间里的一切，等全部毁坏，缓缓说道：你被解雇了，我们秦家不需要不尊重主人的人。所有人走后，秦雨薇将整个秦家都翻了一遍，可除了那份他给我的离婚协议书，我和乐乐的东西一件都没有。无奈之下，他跑到乐乐的墓前，不吃不喝守了3天。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原谅他，重新出现。而另一边的我离开之后居无定所。正当我想要走得更远的时候，当初的那位神医让人找到了我。我看着面前熟悉的神医，心中充满了疑问。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。他的话让我的疑惑更深，原来他不仅医术高明，还深谙相面之术。见到秦雨薇的第一眼，他就是知道他不是我的良人，所以才会拒绝帮忙。哪知我宁愿在雨里跪3天3夜，也要求他救秦雨薇，所以只得出手。但在那之后，他一直关注着我的生活，本以为是自己年老看错了，没想到仅仅将人撤离半年就出了问题。听到这里，我的眼角不禁酸涩。孩子，往事已矣，人要向前看。我就这样留在了神医的住所，跟着他学习医术，没有祖孙名分，却胜似祖孙。陆晨，门口那个人又来了，真是不知道哪里来的脸皮。师傅都已经救过他一次了，自己不珍惜，出了问题又来求人出手，就会道德绑架这一招。你和我一起去，我们将他骂走。神医的徒弟王师姐抱怨地拉着我就往外走。这么多年，除了当初我求神医出手那次，他一直谨守着自己的规矩，再不出手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厚脸皮啊？不知道我师傅的规矩吗？不管你在这儿待多久，他都不会出手的。你赶紧给我打哪儿来，回哪儿去！面前的女人身形消瘦，低着头跪在地上，任由王师姐斥责着。看到她，我又想起了从前为秦雨薇求医的日子，于心不忍。我拉住王师姐想要继续的动作，开口劝道：师姐，算了，她也是个可怜人，她想跪多久就让她跪着吧。可谁知面前的这个女人听到我的话，猛地抬起头来，我看到了一张无比熟悉的脸。陆晨，原来你真的在这里。我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见到秦雨薇，如果不是看到她的脸，我无法认出这就是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游泳冠军。刚刚的那一点怜悯之心瞬间消散，我无视秦雨薇眼中的惊喜，转身就要离开。见我要走，秦雨薇一个闪身挡在我身前。陆晨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和我回秦家好不好？听到他的话，我不禁内心冷笑，他竟然觉得在发生了那么多事后我还会回去，是谁给他的自信？秦女士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而且离婚协议书还是你亲手给我的，更何况5年之约也已经在乐乐葬礼那天结束，秦家对我的恩情已经还清，还请你离开。把我们之间的5年当作还恩情？秦雨薇的眼中满是震惊，她似乎还不能接受从我的嘴里听到这番话。可惜从前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陆晨，在乐乐死的那一刻就彻底消失了。如果我们之间不是恩情，哪有一个妻子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丈夫？又有哪一个母亲会亲手害死自己的孩子？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你难道忘了乐乐出生时你说过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的？秦雨薇满脸受伤，仿佛我才是那个背叛了她的人。我内心的怒火却不断上升，她竟然还有脸提乐乐。我对着她冷笑一声：你也说了是乐乐出生时，那现在乐乐在哪里？她被我的话问得愣在原地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趁她正愣间，我不想再和她有多的牵扯，拉着王师姐就走。随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上，我紧绷的心也逐渐平静下来。接下来的时
时间，王师姐一直小心翼翼地陪着我，看着她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不愿意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日子被秦雨薇的出现破坏。师姐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一个人渣而已，我不会被他骗第二次。听到我的话，他脸上的神情终于放松下来，举起拳头，恶狠狠地对着门外放话：别让我再见到他，不然我新研制的那些东西一定好好让他尝尝。看着他装模作样的样子，我不禁扑哧一声笑出了声，连带着在遇秦雨薇的阴霾都消散了不少。我本以为秦雨薇会放弃，可后面的每一天都能看到她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站在门口，哪怕是刮风下雨都不曾缺席。我们没有一个人理他，可有好事者却认出了他这位游泳冠军。一瞬间，网络上全是他深情追夫的新闻，接连不断的网红和打卡者的到来，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。更有好事者企图翻越围墙，劝我和秦雨薇重归于好。我意识到不能任由秦雨薇胡闹下去了，我拿出手机给秦父打去一个电话后，才缓缓开门走了出去。看到我的出现，秦雨薇眼神瞬间发亮，她想要跃步上前，却硬生生忍在原地，等待我走近。她单膝跪地，将手里的鲜花递到我面前。陆晨，送给你。我没有接，反而还捂住鼻子后退了一步。这不是你最喜欢的玫瑰花吗？我不想和他多做解释，冷冷地答了一句：我现在不喜欢了。事实上，我从小就对花粉过敏，只不过秦雨薇第一次送我的礼物就是一束玫瑰花，所以即便每次都会因为她而鼻子难受，我还是在秦雨薇面前假装很开心。可现在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。陆晨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是我错了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乐乐的脚被捆住了，我只不过想让他长点记性。他也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会想要他的命？都是许之年骗了我，我以为当初救我的人是他，而你和我在一起是不过是为了秦家的钱财。我生气你骗我，才会那样对你。是他让我误会你，也是他设计害死了乐乐。我已经将他送进了警察局，那个孩子我也打掉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说完，他从身后掏出一枚盒子打开，听到他流掉孩子又把许之年送进警局，我非但没有感觉到痛快，反而觉得遍体生寒。他怎么能在偏爱许之年时毫不留情地报复我，又在乐乐死后无所顾忌报复许之年，更甚至将一切全部推到许之年身上，好像他才是我们这段感情中的受害者。我再也忍不住一巴掌狠狠扇在秦雨薇脸上。你怎么有脸说出这些话？秦雨薇被我突然的一巴掌愣在原地，可我却还不想放过他，紧接着开口：如果不是你自以为是，又怎么会轻而易举地相信是许之年救了你？如果不是你相信许之年，又怎么会将乐乐强制丢在水下练习憋气？如果不是你的纵然，许之年又怎么会有机会害死乐乐？说到底，我恨许之年，但我更恨你，是你一手毁掉了我和乐乐原本幸福的生活。我每说一句，秦雨薇挺直的腰杆就弯曲一分，直到最后她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涕泗横流。这一次换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我突然发现从前那个美丽耀眼的她也不过如此。是我该死，陆晨，告诉我，我要怎样做才能弥补你？秦雨薇痛哭着爬到我脚边，拉扯住我的裤腿，满眼祈求，毫不留情，一脚将她踢开，冷冰冰开口：除非你能让乐乐死而复生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闻言，绝望开始在秦雨薇身上蔓延，她知道这是一个绝不可能实现的愿望。就在这时，秦父终于赶到，他满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就强硬着拖着秦雨薇离开了这里。尘埃落定，在场的众人也不由得唏嘘，他们本以为的深情冠军，没想到是为了小三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畜生，纷纷在网络上吐槽。秦雨薇的热度一下子被顶到了最高，游泳协会了解到她的所作所为，也发文斥责，并且取消了她的一切比赛。曾经风光无限的她，再一次赔光了自己的资产，落魄到和秦父挤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，整日酗酒，导致她的旧伤再次复发，走路都一瘸一拐。这些都是王师姐在网上刷到告诉我的，对此我只说了一句因果报应，又转身投入到了博大精深的医学中。多年以后，我行医路过乐乐的墓前，只看见一座无名墓碑在他旁边，他终究知道死后都没脸见自己的儿子。